事，我不同意。小朋友，爹地，你不能娶别的女人，妈咪会吃醋的。骆总出了名的洁身自好，单身多年，只有温小姐一个女人，怎么有这么大的儿子啊？细看这孩子眉眼间，还真有骆总的风范啊！小朋友，你认错人了，我不是你爹爹。还不赶紧把这野孩子给我带下去！爹地，难道你不记得大明湖畔的妈咪了吗？爹地不要我们了。这怎么回事？怎么又出来个认爹的呀？骆总，你看，带下去查清楚。执法员叔叔，就是他抛弃了我和哥哥们。爹地，你不能抛弃我们。爹地，我和哥哥们一定乖乖的，求爹地别抛弃我们。什么情况啊？骆总什么时候有3个这么大的孩子啊？是啊，难道这3个都是骆总私生子吗？骆总，今天是你和我女儿的婚礼，这件事你必须给我们个交代。他们不是我的孩子。这3个孩子和那长得一模一样，不是你的血脉，能是谁的？你们是哪儿来的野种？骆家乃第一豪门，岂是你们可以随意冒充骆家血脉的？来人，把他们给我赶走！执法员叔叔，爹地不让我们兄妹，这可是遗弃罪，快把他抓起来。现怀疑你有遗弃幼童的嫌疑，请你跟我们走一趟。执法员都来了，看来这3个孩子真是骆总的。这其中肯定有误会，我同意。爹地，你就是我们的爹地。怀中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骆总，他们3个长得真的很像你。他们不清楚，你也不清楚吗？请你配合我们走一趟，不然我们将会采取强制措施。你有权利保持沉默，但你每句话都会成为呈堂证供。妈咪，你终于来了。妈咪，爹地不认我们了，怎么办呀？是呀，妈咪。你就是他们的妈妈。对呀。这位女士，你最好跟我讲清楚，我们什么时候有了3个孩子？这位先生，这都是个误会，我可以解释的，真的。究竟是谁竟敢带着孩子大闹我的婚礼？你想干什么？这3个孩子发育都不错，临产期也快到了，得让昊天准备点住院的东西。昊天，昊天，你打算什么时候和姐姐退婚？我可不想再和你这样偷偷摸摸的。放心，我不会娶温江南的。一个毁了容的丑女，肚子里面还不知道怀的谁的野种，也配进我陆家的门？我想娶的只有你。看来我整容改名后果然认不出我，温雪怡。6年前你抢我未婚夫，6年后的今天，你的婚礼你也别想办成。说话！我让你说话！实在抱歉啊，孩子们喜欢角色扮演，没想到会搞砸你们的婚礼，真是抱歉啊。哦，对了，这是我的名片，今天所有的损失我都会补偿的。你可以随时联系我。小朋友，以后可不能再淘气了。爷爷记住了，对不起，执法员叔叔。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，宝贝们，走吧。你给我站住！你以为放张破名片就能解决了吗？今天可是京城第一豪门骆家的婚礼，多少上流权贵都来参加，现在都被你给搞砸了。这位小姐，我真的没有逃避责任，我只是觉得你们现在举行婚礼更为重要。小插曲结束了，让我们言归正传，见证2位新人交换戒指。
等等，叔叔，这场婚礼不能办哦。为什么？因为老皇帝说今日一初丧，记下去，要是违背祖先指点，会倒霉的。是啊，现在出门遇灾，众多全家完蛋。你个小屁孩懂什么老皇帝？我看你们就是存心捣乱，都给我滚！够了，文雪姨，你忘记我跟你说的话了吗？要想嫁给我，就要改掉你跋扈的毛病。怀州，我错了，你不要生气，当心腿疾复发了。雪姨也是心疼她布置婚礼现场的心血被人糟蹋了。行了，既然婚礼3番2次被打乱，说明今日不宜结婚。这场婚礼本就是被逼迫无奈为之，今日就到此为止。妈妈那边我会去处理。怀州，不要啊！文轩，我们走。怀州，不要啊！雪姨，哎呀，这叫什么事儿啊？你说说。宝贝们，你们可真是妈咪的好宝贝。耶！哼，那个坏女人6年前敢欺负妈咪，就是我们的敌人。我们会永远保护妈咪的。有人在，妈咪不用怕。有你们在，妈咪怎么会怕呢？哎呦，你们是不怕，我刚刚都被吓死了。要是陆怀州真的找人调查，知道是我调包了他们的礼盒，暖暖，搞砸温雪姨的婚礼，难道就是你回国的目的吗？我想要的可不是搞砸婚礼这么简单。您母亲情绪受激，导致术后伤口感染，已经失去生命体征，请节哀。妈，你怎么能就这样抛下我？哭得真可怜呐！是不是？事到如今，实话告诉你，是我告诉妈妈，我故意害你被野人水，还怀了人家的孩子，连陆家都不要你。我唯一没想到的是，他那么脆弱，谁知道他承受不住打击，一下就被我气死了。你混蛋！你是我妈妈从国软带回来的养女，她把你当亲生女儿一样养大，你怎么能这样对她？你个杀人凶手！既然是亲生女儿，那她凭什么把所有东西都给你？那些东西原来就是属于我的，是你抢走了我的东西！我跟你拼了！去死吧你！当年他害死了我妈妈，又对我痛下杀手。他以为让人处理了我的尸体，却没想到我还活着，还生下这3个孩子。6年，我回来唯一的目的，就是要将当年害了我妈妈的人绳之以法。搞砸这场婚礼只是个开始，万一温雪姨发现你没死怎么办？我已经整了容，又改了名字。我刚才试探过她了，她已经完全不认得我了。她不是喜欢抢东西吗？那我就让她好好尝尝所有梦寐以求的东西都被抢走的滋味。可我听说陆怀州的母亲十分喜欢她，要不是今天生病，肯定会来现场。暖暖，恐怕你想打破温雪姨嫁入豪门的美梦不容易啊。那就拭目以待吧。妈咪放心，我一定会全力帮你的。还有我，还有你！真羡慕你，生了3个天才宝宝。穗穗小小年纪就蝉联了3届计算机大赛的金奖，年年无论投资什么都会赚钱。月月更是有了你这个享誉国际文艺生的风范。所以啊，我很幸运。这么好的基因，他们的爹地肯定不是普通人。暖暖，你真的不记得他们的爹是谁了吗？我那晚根本没看清他的脸。再说了，我现在唯一的目的是洛怀州。这个叔叔长得帅，勉强配得上那阿米。嗨，就是眼光太差了，我得帮他好好矫正一下。
你们呢，就是一群小鬼头。暖暖，那你打算怎么接近陆怀州？难道你想帮他治腿？这些年我苦心钻研医术，在国际医疗组织有了一席之地，已经引起了他的注意。回国前，他让人约了我见面，我已经答应了，还真是期待他再次看到我的表情。温暖。妈，什么事？没事就不能跟我儿子说说话了？怀州，妈就你这么一个儿子，你能不能让妈省点心？你好不容易答应结婚，怎么又取消婚礼了？他又跟你胡说什么了？啊，你只管在山庄里面调养好身体，其他的事你不用操心。雪姨，这几年没少给骆氏集团出力，人又那么善解人意，他是你妻子不二的人选。那天的婚礼呀，我都知道了，等找个好日子重新办，知道了吗？行，我知道了。不行，我得回去亲自盯着。罗总，温小姐来了，说想见你。跟她说我在忙，没空见她。是。您让我联络的温医生也到了，正在外面等着。让他进来。好的。骆总你好，我是温暖。原来温医生就是你，真巧，我们又见面。温医生，我从来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巧合。你接近我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婚礼的事情的确是个巧合，要是以骆总的逻辑来看，应该是骆总先让人接近我的。怎么，骆总也有什么目的？宋文轩应该跟你说了吧？只要你能治好我的腿，报酬任你开。没问题，保证不会让骆总失望的。这些年我寻遍名医，没有一个人敢如此笃定。温医生看样子似乎还不到30岁，倒是比别人都自信。骆总，冒犯了。骆总这些年虽不良于行，但却没有肌肉萎缩的情况，想必平时有坚持做康复训练吧。骆总的经脉跳动有力，看来你的腿并非毫无知觉。温医生观察入微，不过仅凭这些，似乎不能证明你的能力。我的能力当然不止如此，但需要骆总再多给我些时间。温医生，我希望你在任职期间能够谨记职责，安守本分。骆总，我是3个孩子的妈妈，我想我跟骆总都不想节外生枝。不过我是个单亲妈妈，有孩子要照顾，恐怕不能随叫随到。我已经让宋文轩给你们安排了几间客房，你可以带孩子们住下。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伯母，我今天在外面等了很久，怀州他都不肯见我，他是不是后悔了，不想娶我了？怀州最听我的话了，不会悔婚的。他可能是腿肌复发了才不见你。可这6年来，他一直用这个理由把我拒之门外，我真的很害怕。这样，我做主了，你今天就搬过去。真的，谢谢伯母。哇，妈咪，那叔叔家房子好大呀！等你们结婚以后啊，抓紧给我生个大胖小子，我呀盼孙子孙女很久了。哎，我儿子家怎么来了3个小娃娃？哎呦，这跟怀州小时候长得可真像啊！怎么是他们？哎呦，瞧这3个小团团，真可爱。几岁啦？奶奶好，我们6岁了。他们和怀州长这么像，会不会是？真好。伯母，他们几个就是破坏我婚礼的野种，居然跟到家里来了。是他们？你们到我儿子家做什么？你好，我是骆总聘请的家庭医生，我叫温暖。现在什么货色都能充当医生了，赶紧带着你的孩子给我滚！这位小姐，我已经为今天的闹剧道过歉了，骆总他也接受了，您实在没有必要因此怀恨在心。况且我这次来也是骆总再三邀请。真是你的胡扯！伯母，你看他现在都敢拿怀州当挡箭牌了。雪姨啊，这个事儿你自己处理就好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啊。
不过是带着几个野种的贱货而已。怀州怎么可能把你当成贵客？我看你分明就是想混进来勾引怀州。狐狸精，看我今天不教训你！你敢打我！来人，把这几个不讲规矩的东西给我赶出去！霍阿姨，你才最应该被赶出去。坏女人，你就是欺负我妈咪，比你好看，比你堂哥叔叔喜欢。谢！你们两个人死而不成！再不把他们赶出去，我扣光你们工资！坏阿姨，信不人！坏阿姨，郑小姐，你这样做就不怕骆总生气吗？实话告诉你，未来整个骆家都是我说了算。我怎么不知道你有这么大的特权？怀州，他们母子几个欺负我，我刚才可是听得一清二楚。那我也是一时情急啊。毕竟今天他们刚破坏我们的婚礼，现在又打着你的名义接近你，我担心他对你图谋不轨啊，怀州。骆总，清者自清。他是我请来治疗腿疾的温医生，是我让他带孩子们住进来。怎么可能？我看的就是假冒的。怀州，你怎么能让这种不知道底细的陌生人住进来呢？我不同意。难道你搬进来也经过我同意了？是我让雪姨住进来的。伯母，我住进来是理所当然，倒是这个温暖，他先是破坏我和怀州的婚礼在先，现在又打着医生的名义接近怀州，你可不能让他留在骆家呀！留在骆家并不是我主动提出，是骆总的腿要随时治疗，他体恤我是个单亲妈妈，有孩子要照顾，这才提供了住宿。温医生，容我问一句，孩子的父亲？孩子的父亲去世了。是吗？我刚才拿了孩子的头发去做了 DNA 家居检测，结果就在这里。自从怀州6年前患了腿疾以后，就再也没有亲近过任何女人。这几个野种怎么可能是怀州的孩子？年年他们确实长得跟骆怀州像，那晚的男人真的是他，不如打开看看。既然你不承认，那是不是骆家的血脉？看看就知道了。伯母，就算你让最权威的医疗机构做加急检测，至少也要等上2天。所以您手里这份报告不可能有错。不愧是温医生，不错，我的确还没拿到检测报告。不过您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就擅自提取我孩子的信息做检测，这实在不妥。我跟骆总从无交集，您没有必要大费周章做亲子鉴定。我问起孩子的父亲，你支支吾吾。3个孩子又跟怀州长得十分相像，结果如何？我们2天后自会分晓。伯母，不过都是巧合罢了，这种事情怀州心里能没数吗？依我看，应该赶紧把他赶出去，重新给怀州找个更靠谱的医生。温小姐，我蝉联3届国际医学大赛的桂冠，可以说骆总的腿除了我，没有人能治。真是好大的口气啊你！好了，如果你不愿意跟他们一样住在客房，那就赶紧离开。就这么办。温医生，怀州的腿就交给你了。温医生，我能不能带孩子们熟悉一下环境啊？当然。走啊，孩子们。会议马上开始了，送我回书房。是。不要以为你住进骆家就没事了，告诉你，你要是敢勾引怀州，我一定让你好看。请问温小姐让我怎么好看？难道又想杀人灭口了？你求求你救救我3个孩子！野种可没有出生的必要，你就带着你的孩子好好的投胎去吧。温雪雪，你给我等着，就算变成了鬼，我也要为了他的生命。你是温家南，你是温家南，你没死，你回来了，对不对？温小姐似乎很害怕这个人，该不会做了什么亏心事吧？你到底是谁？
温小姐，我不知道我与你口中的温家娘有多像，但我不是她，你认错了。喂，这不是温大小姐吗？真是稀客啊！上次利用完我以后就把我给抛了，这次怎么想不过找我呀？难不成那个残废满足不了你啊？老天，我问你，当年你把温家楠处理干净了没？你确定他彻底断气了吗？当年我亲手把他推进海里，流了这么多血，又不会游泳，可你死定了！温大小姐，我们也好久没见面了，什么时候出来玩一下？喂，早晚有一天，老子让你跪着求我。只要我尽快成为罗太太，我有什么好怕的？谢谢奶奶带我们参观别墅，您累了吧？我给您捶捶背。奶奶口个拜，奶奶喝水。好，好，好，谢谢宝贝儿。奶奶吃橘子，是你想吃了吧？奶奶给你包啊！谢谢奶奶，奶奶是全世界最好的奶奶。这几个孩子若是真的是我孙子，我做梦都能笑醒。6年前我被算计换上腿疾的那天晚上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们找到您时，您还在昏迷着。我们搜寻了方圆100里，也没有任何发现。您也开始怀疑温医生的3个孩子和您有关？我只是觉得有些事情想不起来了。至于温暖和那几个孩子们，这些年我妈想要孙子都想疯了，这种捕风捉影的事情还少吗？那需不需要我叫停亲子鉴定？不用大费周章了，等结果出来了，我妈自然就消停了。是，那您休息，我回去了。怀州，谁让你进来的？虽然我们还没正式结婚，但和夫妻也没什么两样。难道你就不想？你是想自己出去，还是我找人把你扔出去？我出来接杯水，可什么都没听到。胡医生，你就算听到也没关系，以后夫妻间这种动静多了去了，你还是早点习惯比较好。看来我还真是在国外待太久了，竟不知道国内订完婚竟是夫妻了。哎，那既然是夫妻，怎么还分房睡啊？我告诉你，别以为伯母看得上那几个野种，他们就能成为怀州真正的孩子了。等鉴定结果一出来，你就会知道骆家是你这辈子都高攀不上。我想温小姐一定对我有误会的，不过没关系，时间会证明一切的。这么着急宣示主权，看来她是单相思啊，其实对我更有利了。我看你病了，去死吧你！不要，妈咪，醒醒！哥哥，妈咪做梦了。妈咪别怕，我们都在，会保护妈咪的。哥哥怎么办？妈咪醒不过来。你们看着妈咪，我去叫骆叔叔来。何医生，何医生，
别怕，我在。这看着天不怕地不怕，没想到竟然怕打雷，倒是挺可爱的。大叔说妈咪好公平，负责细细，适合给妈咪当老公。好啦，你们的妈咪我会照顾好的，你们快睡觉吧。乐叔叔，你可以陪陪妈咪吗？我不会走的，你们快睡觉吧。前半夜我做噩梦，是他一直在照顾我和孩子们吗？你醒了，怎么样？骆总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孩子们大半夜跑到我房间，说你怕打雷哭了，我出于人道关怀过来看看。温医生不要多想，我不是那种乘人之危的人。那就谢谢骆总了，时间也挺晚的了，我送你回去休息吧。骆总，需要帮忙吗？不要。抱歉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没关系。这种事情在我过去的工作生涯中，不知道遇到多少，我都习惯了。也包括像我这样的男人。是啊，时常有病人依赖于我的照顾而向我表白，骆总该不会也是这样的？我对职场性骚扰不感兴趣。我需要给你做一个简单的检查，为治疗做评估，你看在哪里合适？我工作比较忙，就在公司吧。那骆总好好休息，我先回去了。温医生，我把你们从华尔街高价挖过来，难道就是看你们交上一份毫无价值的垃圾？今天下班之前，我必须要看到解决方案。是，老板，我这就是创作。还有什么事吗？有啊，现在骆总方便检查吗？开始吧。报告妈咪，目标人物已出现，预计2分钟后到达现场。走，跟上去。骆总，接下来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检测。预计2分钟后到达现场。骆总，麻烦请脱掉上衣。就这样看。骆总，请你保持平稳。这样总不用四处乱摸了吧？骆总早这么配合不就好了？这腿都坏了，身材还这么好，哼，看来平时没少坚持锻炼呢。骆总，我要给你检查一下脊
这状况。骆总，我要给你检查一下颈椎状况。骆总，温小姐，站住！什么事儿？那个温小姐来了，说在外边见你。告诉她我在忙，没时间见她。是。你继续吧。温小姐，骆总他正在见客，没空见你。我刚才看过怀州的访客记录，他现在空得很，哪来的客？刚刚有个自称医生的女人进去了，没想到是打着看病的旗号勾引骆总啊！骆总，这样有感觉吗？哎，骆总你干嘛？能疼你了？刚才有女人进去了。在公司这种地方白日宣淫，真是不要脸，拖累咱们骆总的名声。我一定要撕开你的真面目！坏女人，我妈咪才不是那种人。有我们在，你就要欺负我妈咪。就是欺负妈咪。一群小杂种，也敢拦我的路，滚开！温小姐，他们可是骆总的贵客，你这么做不太合适吧？今天我就让你知道，谁才是骆家真正的女主人。好了，骆总的状况比我预期想的更好，接下来我也能更精准的制定康复计划了。你个狐狸精，敢勾引我的男人，你找死！公司不是你胡闹的地方。怀州，你误会我了。同样作为女人，难道我看不出她的小心思吗？温小姐，你误会我了，我是在给骆总检查身体。检查身体需要孤男寡女独处这么久吗？你就是在挑衅我。我和温小姐素昧平生，为何要挑衅？倒是温小姐处处针对我，怎么把我当成你之前所提的温家男了吗？在胡说什么？为什么我一提到他你就这么害怕？怎么做过什么伤害他的事情吗？你还说不是在挑衅我？够了！不想被赶出去，就自己出去。这样就沉不住气了吗？我可还没上开胃菜。骆总，你干什么？刚才不是演得很好吗？现在不要。骆总，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说，你到底有什么目的？我不相信今天的事情也是巧合。骆总，我能有什么目的？温小姐这么自信，我会心甘情愿的被你利用。好吧，我承认我是有目的。温小姐初见我时就一副颐指气使的样子，还欺负我的孩子，我忍不下这口气，所以才想着借骆总的事气气他。就这样？就这样。原本我还没有什么把握，倒是骆总的态度给了我这份底气。我什么态度？就是这种态度。你想多了。我虽然对温雪怡没什么感情，但对你也没兴趣。就是因为骆总对我不感兴趣，所以我才放心的利用骆总啊。能遇到您这样坐怀不乱的君子，是我的荣幸。那我就先走了。我还是第一次见到3胞胎呢。他们和骆总长得好像，不会是骆总的孩子吧？我看八九不离十，不然温小姐干嘛这么着急上火？不然为之不？谁再乱嚼舌根，就给我滚出骆氏集团！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贱种生的，还是一群小贱种！哼，花阿姨，不许你这样说我妈咪！我住手！你拿孩子撒气，算什么本事？你这样患得患失，就不怕别人说你不配做骆太太吗？我不配？难道你这个带着3个孩子的狐狸精配吗？
温小姐，我奉劝你一句，永远都不要瞧不起任何人。哼哈！你给我等着！文生，康复计划书我签好字。陆叔叔，你来找妈咪呀？她去打电话了。陆叔叔，以前妈咪会讲故事哄我们睡觉，可是妈咪还没回来，你可以给我们讲故事吗？好。耶！从前呢，有一个大力士，他抓了99个小朋友，然后呢，陆叔叔，你不要走好不好？好，叔叔不走啊，快睡。孩子们那么渴望拥有爸爸，我却因为抗拒那晚的事闭口不提，这样对他们也太不公平了。如果我和陆怀中能有未来，他们肯定会高兴的。妈咪，陆叔叔好温柔啊！那个坏阿姨根本配不上陆叔叔。陆叔叔肯定不喜欢他，不然他们就不会取消婚礼了。你们呐，就是一群小鬼头。好了，我去开车，你们在这里好好等我。哥哥，妈咪又要挣钱养我们，又要照顾陆叔叔，咱们应该想办法帮助妈咪。你说的对，那我们该怎么办呢？哎呀，不用送我走走路啊，还有益于身体健康。何况我是去医院去亲子鉴定，当然迫不及待了。哥哥，那不是在陆叔叔家见过的奶奶吗？弟弟，奶奶的东西好像掉了。哥哥，咱们去告诉她吧。奶奶，你东西掉了！奶奶，小心！什么？车祸！我现在马上来医院。成功了，干得不错，不会让人给你结清尾款的。但好像还撞到了孩子们的奶奶。连爸都没有打开的奶奶，那人长什么样子？穿着很贵气，拿着文件从骆氏集团出来的，好像年纪大概是50左右的样子。奶奶，你还有哪里不舒服呀？奶奶别怕，我们妈咪马上到，她是最厉害的医生，不会让你有事的。奶奶没事儿，我呀还要谢谢你们来救奶奶。哎，不过下次啊，你们可不能那么鲁莽了，知道吗？奶奶，我们知道了。我给你吹吹，妈咪说吹吹就不痛了。他们要是怀州的孩子该多好，真想快点看到 DNA 鉴定的结果。44年的月月，让妈咪看看有没有受伤啊？没有。你们怎么能乱跑呢？吓坏妈咪了，知道吗？别怪孩子们，他们呀也是担心我才冲过来的。幸好啊，他们都没受伤，我这心里呀还真有点过不去。你也别太自责了，我带您做一个全面检查吧，这样也能安心一些。不用了，这只是个皮外伤。果然撞到了怀州的妈，这下可麻烦了。温小姐，这怎么办呢？咱们得想个办法呀。伯母，被车撞到可不能大意。又是你，上次搞砸了我的婚礼，这次又害我伯母受伤，我看你就是个灾星。温小姐，是我的责任，我绝对不会推脱。但这明显就是个意外。是啊，还好那辆车呀撞到了地下车库的那个柱子上，我这只是轻微擦伤而已。伯母，这个女人心机深重，你可千万不能被她骗了。依我看，就是她故意制造这场车祸，想以居民二人的身份接近你，为可为怀州铺路呢。雪姨，你想多了吧？温小姐，我身为人母，我怎么可能让孩子们涉险？这分明就是污蔑！
奶奶，妈咪很爱我们，也很善良，不会这么做的。好，好，好，奶奶呀，相信你们的妈咪。温小姐，你给我钱让我撞这老太太，好让你们孩子们出风头，这事我办到了。但是我的车被交通局给扣了，这个损失你得赔偿我吧？放开我妈咪！不是，这位先生，我根本就不认识，你在说什么呀？好，好，好，这是你给我转账记录，人证物证都在，你还想耍赖是吧？想不到你真的利用孩子们做这种事儿，你不配做他们的母亲。不，妈咪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咪，妈咪没有错，奶奶不能误会妈咪。伯母，依我看，他是明知道孩子不是怀州的，然后又看你疼孩子，就想利用他们接近你。这要是被他给得逞了，那还了得？温医生，你是自己承认，还是我报警？妈，现在还不到下定论的时候。乐叔叔，妈咪是被冤枉的。叔叔，你帮帮妈咪吧。谢谢叔叔。妈，他不是这样的人。怀州啊，伯母本来他也不信，可是现在人证物证俱在，你不要被他给骗了呀！肇事的车都被交通队扣了，证据确凿，他可不是省油的灯。怀州，你这是我刚才让宋文轩调查的记录，集团外部的监控记录和交通队的案情记录，并没有任何一条匹配作案车子的记录，这证明他在说谎。哎，这我看这个转账记录是 PS 的，怎么有15.70这个时间？这里有坏阿姨和坏叔叔的转账记录。给我！哦，是坏阿姨和坏叔叔策划的这件事，想让妈咪背锅。雪姨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温小姐，这件事情你最好给我一个解释。不想把牢底坐穿，就自己说。温小姐，这所有的栽赃和嫁祸都是我按照您吩咐做的呀，只是时间太紧张了，这些细节没先做足啊！别开！怀州，伯母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伤害孩子，我只是想吓唬一下温暖而已。好一句轻快的吓唬，这可是关系到2个家庭4条人命。雪姨，这些年你温柔善良、热心助人，这也是我愿意选你当儿媳妇的原因。可现在，你怎么能做这种事儿？我说过，只要你安分守己，我会娶你。但你还是死性不改，把她带出去，送进治安署。是。哎，魏小姐，魏小姐救我！魏小姐，魏小姐救我！伯母，我是怎样的人，这6年来你最清楚。我只是太爱怀州了，一时被愤怒冲昏了头脑而已。伯母，你都不知道，今天我去怀州公司，我看见他在勾引怀州。你说的是真的？伯母，我不敢骗你，整个公司的人都看到了，他做出这样的事，就是将怀州和公司的名誉于不顾。温小姐，我那是在给骆总做检查，还请你慎言。做检查？你那到底是做检查还是勾引？你不清楚，我还不清楚吗？你要是非这么想，我也没什么可说。好了，怀州，你怎么能在公司胡闹呢？难道你不知道牵一发而动全身？妈，我平时工作忙，所以才在公司做检查。你呀，什么事儿有你的腿重要。以后啊，就在家里检查，我亲自看着你。伯母，你的意思是说你要过来和我们一起住？不错，这样我们就都能安心了。伯母，雪姨，今天的事儿你也别放在心上了。伯母，你都不知道，自从你说要带孩子去做亲子鉴定，公司上上下下都流言四起，说这个女人要取代我。那都是危言耸听，别往心里去啊。那您干脆让她带着孩子走人算了，反正孩子根本就不可能是怀州的。冯太太，我们院长听说您来了，让我把亲子鉴定报告给您送来。温医生，如果孩子确实是怀州的，我绝不允许骆家的血脉流落在外。我也不会让孩子没有父亲的。不可能，孩子绝对不可能是怀州的。
无血缘关系？怎么会？我就说了，这几个野种根本就不可能是怀州的孩子。今天这件事情说到底是我们无理在先，温医生从来没有拿孩子们做过文章。妈，你应该向他道歉。怀州，你怎么胳膊肘老是往外拐啊？再说，伯母她也是为你好，为骆家好。倒是这个女人，她明知道孩子不是你的，还要演这一出戏，让伯母白高兴了一场。我看她就是存着上位的心思。温医生，关于今天的事儿，我向你道歉。只是你应该知道男女有别，何况我儿子已经有婚约，你更应该跟他保持应有的距离。我明白的。既然明白，我希望你从我儿子家搬出去，闲言碎语的，对温医生也不好，对吧？温医生是我请来的贵客，是去是留应该由我做决定。妈，你就不要操心了。怀州，你这孩子，我还管不了你了。奶奶，你不喜欢我们了吗？奶奶呀，当然喜欢你们了，巴不得每天都能看见你们呢。妈咪要离开，我们也要离开。奶奶，你舍得我们吗？奶奶舍不得你们。温太太，陆总的康复治疗才刚刚开始，我要是离开了，那可是前功尽弃了。既然如此，我也不再赘言，希望你谨记医者本分。伯母，你怎么这么轻易就相信他说的话了呀？雪姨，我知道婚礼被打断，你心里不舒服，可你也很不该丧失未来骆太太应有的风度，一切要以怀州的利益为重。这件事儿就这样了，我出去透透气。这么乖的孩子，怎么就不是怀州的呢？今天差点害了人，就这么想走了？怀州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我给你2个选择：第一，用你的诚意让温医生原谅；第二，自己去自首。温医生，今天是我任性了，对不起，请你原谅我。温小姐还是自己去一趟执法署，人都要为自己的任性而付出代价。别蹬鼻子上脸了！是你自己去，还是被人压着去？我自己去，你给我等着！温雪姨，新仇旧恨，且等着我一一还给你。今天让你们受委屈了，还是要谢谢骆总过来主持公道。该说抱歉的人是我，不应该纵容温雪姨胡闹。叔叔，你的手好凉呀，别着凉了。叔叔，我妹妹是最厉害的医生，一定会把你的腿治好的。好。好了，快点让妈妈带我们回家吧，这样骆叔叔就能早点休息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回家，走。带人呢？哎呀，完了，我拿错报告了。这家病房病人已经离开了，也没留下什么地址电话。算了，我先问问院长再说吧。哥哥，通过考察，我觉得骆叔叔很适合给妈咪当老公。是，很合适。今天要不是骆叔叔来得及时，妈咪就要一个人面对这些事情了。骆叔叔比之前追求妈咪的男人靠谱多了，要是他能当我们的爹地，帮我们照顾妈咪，倒是不错。可是那个奶奶也要搬进来了，她肯定会帮着坏阿姨的。不怕，那我们就帮妈咪盯着坏阿姨，不让她打扰妈咪和骆叔叔。加油！加油！骆总的恢复速度不错，照这样下去，很快就能痊愈了。你可以提前想好你的报酬了。钱我倒是不缺，报酬也无所谓。我主要是想找到我上次丢失的首饰。骆总，我上次是送您回房间之后丢的，你有看到过吗？没有啊，一条手链而已，温医生大可以买个新的。骆总，如果您也喜欢，我可以给你买一条更合适的。我一个大男的喜欢什么手链呢？我只是觉得，对于身价不菲的温医生来说，那条手链也太过于简朴了。它无关设计，是我很重要的东西，还请你还给我。
在那个抽屉。我帮你带。洛总，你是在给温小姐出气吗？我从来没给女人带过这些东西，我让宋文轩买个新的送给你。可这条手链是独一无二的，是我母亲留给我的遗物。对不起啊，我让宋文轩赶紧找修复大师。不必了，这么晚就别麻烦宋秘书。我一定会把它修好。那就有劳罗总了。哟，陆总这么积极，大早上起来做复健。京都慈善基金会的陆康永先生回国了，邀请我去京都酒店参加晚宴，为灾区组织捐款。我想在那之前尽快康复。陆康永啊，不就是被我救过一条命的陆先生吗？到时候骆总跟温小姐一起出席，定能惊艳四座。温小姐与其关心这些，不如想想如何早些让我康复。看来温雪怡肯定也会去了。也是，这种沽名钓誉的场合，她怎么会错过呢？陆总，陆总，你小时候学过自行车吧？要想学得快，就得摆脱对外界的依赖。你是认真的？当然，这样，我走远一点，骆总向我走过来。骆总，出发吧。没想到他的恢复进度比我预估的还要快。骆总，还有2步就快到了，加油！骆总，你没事吧？骆总，没事。哎呀，骆总，这凡事啊不可操之过急。这样，我扶您回房间休息。妈咪，这不是你帮忙治过病的陆叔叔吗？据悉，由著名慈善家陆康永主办的慈善晚宴将于本日15时在京都大酒店开幕。哎呀，你也只配像个可怜虫一样坐在这儿，守着电视看看新闻了。而我将会以怀州女伴的身份出席宴会，参加剪彩。就算你使尽手段勾引怀州又如何？你还不是照样挤不进那个门？好，傅阿姨，那是因为陆叔叔没见过我妈咪，要不然我妈咪肯定是我开幕嘉宾的。温暖，温暖，你说说你平时异想天开也就算了，现在就连你的孩子也都跟着你有样学样。你瞧瞧他们这一副不知道天高地厚的贱模，你真该早让他们知道他们的妈妈到底有多没用。温小姐又怎知我不能靠自己的本事进去？我要是没记错的话，温小姐刚从局子里出来吧？你说这样满身污点的人，她也配做慈善晚宴的开幕嘉宾？我可告诉你，我有温家撑腰，这种事儿对于我来说根本不值一提。哦，忘了告诉你了，今天晚上我将会在宴会万众瞩目的时候宣布我和怀州的婚讯，反倒是你和你的这群小崽子可得小心点儿，免得阎王再次找上。温雪怡，你既然那么想大出风头，那我就成全你。来，坐。陆先生，我是温暖，好久不见。
我先去跟陆先生打个招呼。温小姐这件皮草看着如此贵气，一定价格不菲吧？哎，就算价值不菲又如何？有骆总在，温小姐不用掏1分钱。哎呀，怀州确实对我很好。上次婚礼中途取消，他就一直在筹办新的婚礼。为了不让我受委屈，他就只能从这些地方弥补我。没有骆总这样的未婚夫，真是做梦都要笑醒了。温小姐打扮得如此隆重，莫非今晚有什么好消息要宣布？当然，但是让大家失望了。温小姐，好久不见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今天这里可都是受陆先生所邀的京都名流，不是你这种人能高攀得起。快给我滚出去！你又怎知我不是受邀而来？你不过是个带着3个拖油瓶的狐狸精儿，1没背景，2没靠山，平时痴人说梦也就算了，今天如此场合，你绝不纵容。来人，把他给我轰出去！我看谁敢！我看谁敢！温雪莹，你又不是宴会的主人，凭什么在这儿发号施令？不知天高地厚，她可是骆氏集团未来的女主人，今晚开幕的剪彩嘉宾。现在什么阿猫阿狗都想攀附权贵，温小姐，我们支持你把她轰出去。慢着，宴会还没开始，你们凭什么说她才是剪彩嘉宾？这是众所周知的事，就凭你也配质疑？行，既然你看不清楚你我之间的差距，那我就允许你今晚留在这儿，一会儿睁大眼睛仔细看清楚，我将会是何等。那我就拭目以待了。下面有请陆康永先生和开幕嘉宾上台剪彩。起开，别挡我的路。有请国际医疗组织杰出贡献者温医生温暖。他竟然也来了！有请国际医疗组织杰出贡献者温医生温暖。这个温暖什么来头啊？竟然顶替了温小姐的位置。就刚才，温小姐还信誓旦旦的让人家好看，现在反被人家打脸了。陆先生，我才是受您特邀的开幕嘉宾。温小姐，原定的嘉宾确实是你没错，但是出了点问题，只好换人。陆先生，你可别被他的狐媚样子给骗了。他是个换婚用尽手段勾引男人的狐狸精，跟他勾搭在一起，你的名声会受损的。温小姐，我代表的可是国际医疗组织，容不得你泼脏水。而且这次出席也是陆先生再三邀请我而来，还请你慎言。没错，温医生之前在海外的时候，没少为国际医疗事务出力，完全有资格为我这场慈善晚宴剪彩。温小姐，倘若你不愿入席的话，就请离开。我可是温家的千金，更是未来的骆太太，你这么对我，就不怕遭到两家的打压吗？温雪意，你够了！陆先生勿怪，我陆某一生专注慈善事业，从不受哪方势力的挟制。温小姐，我一直给你留着面子，难道你想让我将你被治安署传唤的详情公之于众吗？他原来是个这样的人，真是活该。温小姐，还有什么惊喜是我不知道的？陆总，你与其好奇我的事，不如去处理一下温雪遗留的烂摊子吧。这要是影响了骆氏的名声，可就不太好了。你说呢？宋文轩，带我去安抚客人。哼！我在你身上倾注那么多心血，没想到你和那个辱没家风的文家男一样不争气，温氏集团都被你给拖累了。爸，这次我是被他算计了，下次我一定。还有下次？
你要不是顶着骆氏集团骆太太的名声，我就是以温氏集团的董事长的身份施压，也管不住那群媒体的嘴。爸，你是没看到那个女人的嘴脸，她摆明了就是要和我抢。你糊涂啊你！想要做骆太太的女人那么多，难道你要一一教训吗？当务之急就是要和骆怀州生米煮成熟饭。爸，你放心吧，我明白。怀州，你最近辛苦了，这是伯母特意找人给你熬的补药。怀州，你最近辛苦了，这是伯母特意找人给你熬的补药。放下吧。你不方便，来，我喂你喝吧。我只是患了腿疾，而不是失去了自理能力的残废。那你记得喝啊。阿姨，你的头上有只蟑螂哎！啊？你说什么？在哪儿啊？在头上，又跑到肩膀上了。哪儿啊？不在了，可能钻进你的衣服里了吧？怎么了，宝贝们？妈咪，骆叔叔说找你，你快去。妈咪，要笑。妈咪，快去。好了好了，那你们快去玩啊。这下没人打扰妈咪和骆叔叔了。这几个小子送我干什么？乐总，我来给你做例行检查了。是啊。乐总，你没事吧？骆总，你怎么了？温雪玉送的药，玉环体。温雪怡竟然给骆怀州下了药，可骆怀州的腿又动不了，下药有什么用？骆总，你别着急，我这就去给你扎针输液。骆总，你的腿能动了？温暖，我很难受。你出去吧。这都能忍住。骆总，忍着点，我给你下针了。还好，只是受不住药效，晕了过去。亏成这样了还不走，真傻。你可真是给自己培养了几个好帮手，小小年纪就绕帮你哥野人了。要不是你给骆总下药，误打误撞促进他腿疾的康复，你以为你现在能好好站我面前说话吗？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和我作对，你难不成真的以为仅凭这些就能取代我了？可笑！温小姐又怎么知道我一开始盯上的就不是你？你什么意思？我只相信因果循环，报应不爽，人都应该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。你自己做过什么，你心里清楚。你到底是谁？喂，老天，
温家南回来了。不是温雪怡，你发什么神经啊？老是提一个死了800年的人做什么？我的感觉不会出错。要是他真回来了，你我就都完蛋了。你想怎么做？妈咪，坏阿姨这么反常，肯定有诈。确实是啊，不过不去看看，又怎么会知道她葫芦里卖什么药呢？妈咪，我们也要和你一起去。没错。好啦，别担心，妈咪知道他们想要干什么，不会有事的。你们就在家里乖乖的等妈咪，因为妈咪有更重要的任务交给你们。好。果然是你，陆浩天。时隔6年，你依然和温雪怡勾搭成奸啊？请问温小姐在这儿吧？难怪温雪怡如此忌惮，确实和温家南的眼睛很像。温医生，那个温小姐啊，她出去打电话了，马上就回。我们先坐。温医生，我是真没想到，您这么年轻，真叫让人敬佩啊。陆总又在了。你认识我？陆氏集团的信托基金可是闻名于京都，你还是陆氏唯一的继承人，这谁人不知啊？哎呀，温医生，您客气了。我见到你就觉得倍感亲切，就仿佛见到了我的未婚妻。那还真是荣幸啊！真希望有机会能跟你的未婚妻交个朋友。可惜啊，我那未婚妻6年前死于海难了，恐怕没这个机会了。真是对不起啊，陆总，我失言了。温家南的胳膊上有个无法去除的胎记，等会儿我看你怎么做。怪我提这件事情。这样，我们呢喝一杯，就当我没提过了。哼，哎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你赶紧脱下来，我叫人去干洗。没关系的。早在决定回国复仇那刻，我就将一切痕迹都抹掉，又怎么会留着胎记？陆先生，怎么了？哦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我坐，别站着别站着，我们坐。实在抱歉啊，我敬你一杯，就当给你赔罪了。若试探后温暖不是温家南，也任你处理。那我可就不客气了。能睡到此等角色，也不算白被温雪怡指使一场。陆叔叔，你可以送我们去夜色会所吗？你们去那种地方干什么呀？这可不是小朋友去的地方。是温阿姨叫妈咪去的，说有事儿找妈咪，可天黑了，妈咪还没回来，我们担心。叔叔就会去把你妈咪找回来，你们待在家里面，千万不要乱动，好不好？陆总，我是应了温小姐的邀约而来，她人还没来，我就喝了这杯酒，实在是太失礼了。没事，他不会计较这些的，我们喝我们的。陆总，我还是去找温小姐吧。哎呀，温医生，您刚回国，对这个会所也不太熟。这样，我去给他打个电话，你就在这等我。好。有事来不了了，要我们啊就先喝着，我接你。温医生，你有没有觉得这边特别热啊？陆总，
不是屋里热，而是你的心热。妈咪，陆叔叔去找你了，定位器显示马上到。别急啊，很快就会有人来帮你。别走！温暖，不管你到底是谁，和我抢绝对不会有好下场。要是怀州看见你和别的男人鬼混，他还会要你吗？温雪怡，我看你没有陆昊天这个帮凶，你能甩出什么花样？你没事吧？温雪怡有没有对你怎么样？没有啊，我还没见到温小姐呢，我正要去，你跟我一起吧。哎，温小姐，我……华州，你怎么来了？温雪怡，你究竟还有没有羞耻心？华州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温小姐，你这口口声声说非洛总不嫁，可你这背地里却干着勾三搭四的事情，这要是传出去了，你可怎么做人啊？华州，陆昊天的好色成性，是他对我用强的，我和他什么都没有发生。洛总，他好像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。温小姐，应该是被迫的。对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是他对我无礼的。你看他状态都不对，怀州。宋文轩，罗总，把他给我带到治安署。是。怀州，谢谢你相信我。哎呦，我这……妹妹，你怎么样了？可能是有点缺氧，有点晕。我带你回去。怀州。怀州！陆总，你走慢点。哎呀，我跟不上了，陆总。为了报复他，你竟然敢指使闯虎口。陆总来的不是挺及时的吗？万一出现了意外，今天被陆昊天强迫的人就是你。陆总，你不弃我设计圈套，陷害温雪怡？怀州，怀州，你听我解释，这一切都是温暖设计陷害我。若不是你先存了害人之心，又岂会作茧自缚？温小姐，我也没想到今天事情会发生这样，毕竟是你喊我来的。陆总他又是你的朋友，执法员一定会查出陆总的药是从何而来，又是有何目的。用不着你假好心，这一切不都是你想看到的吗？温小姐，你误会我了，我想看到的可不止这些。你还想干什么？温小姐，你别生气啊！雪怡，你有完没完？今天的事情如果再有下次，你试试看。怀州，不是我，都是他装的。怀州，不是我，都是他装的。怀州，怀州。这三更半夜孤男寡女，骆总把我带到你房间，不太好吧？你受伤了，孩子们都睡了，回去检查会让他们担心的。只是崴了脚而已，已经没事了。你怎么了？是哪里不舒服吗？没事就好，回去吧，早点休息。你怎么还不走？那碗药虽然刺激你的双腿，能让你正常行走，但是不能长时间站立。要不是我，你也不会回了家又跑去夜色会所。我当然不能抛弃你不管。今天的事情你做的，骆总心里不是已经有答案了？我想听你亲口跟我说。是又如何？不是又如何？等等，骆总还想替你的未婚妻讨个公道吗？
别再跟我说你又想要出气。惩罚温雪怡的方式有很多，为什么偏要跟陆昊天扯上关系？到底是为什么？陆总，你就单纯的当我跟温小姐不对付好了。我们女人之间的事，你还是少管。我们相处这么久了，你还不相信我吗？你想做什么，我都会帮你的。陆总倒是知恩图报的很。别拿话激我，你尽管开口，我自会帮忙。骆总的意思是，无论什么，你都会答应。那我让你退婚，你愿意吗？玩笑话而已，别当真。我先回去休息了。我会退婚。那我让你退婚，你愿意吗？我会退婚。他的意思是会听我的话退婚，这到底是真的想帮我，还是试探我？骆总你好，我是温暖。骆总的意思是，无论什么，你都会答应。那我让你退婚，你愿意吗？温暖，你到底有什么秘密？温小姐，你又想干什么？事到如今，你还在装什么无辜？因为你怀中要和我退婚了。我告诉你，就算我不是骆太太，那也绝对不会是你。这个不一定，只要我有那个心，你所仰仗的一切都会变成。你终于不再装了是吗？从一开始的那场婚礼都是你策划的，对不对？你猜对了，可你猜的还不够多。想看你从云端掉落这场好戏，我已经期待很久了。早晚有，我会让你一无所有。你到底是谁？你到底是谁？住手！骆家岂容你放肆！怀中那天你误会我了。我和陆昊天真的没发生什么，都是他的阴谋。这些我都知道了。你都知道？那他到底哪里比我好？我到底哪里不如他？你要这么维护他？现在你还要为了他和我退婚是吗？退婚的事情跟他无关。出去！好，我走。喂，给我调查一下温暖，我要他的所有资料。温雪怡差不多失去骆家这个仰仗，接下来该温家。我向你保证，以后这样的事情不会再发生了。那昨天晚上说的话还算数？刚才的事情还不算言出必行吗？那我就先谢谢骆总了。妈咪，你怎么了？我们可以帮妈咪一起想办法。是呀，妈咪。妈咪还真有事情拜托你呢。翠翠，你帮妈妈黑进温氏集团系统，给他们制造点麻烦。绵绵，你帮妈妈操控温氏的股盘，让他们赔点钱，能做到吗？没问题。那月月干什么呢？哎呀，月月就做妈咪的开心果就好啦。搞定。我们也要。谢谢年年月月。我们都已经赶走了坏阿姨，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，待在这儿可就不太方便了。妈咪，我们要搬走吗？妈咪，我们不要陆叔叔了吗？妈咪，我说不能陆叔叔奶奶。哎呀，月月别哭啊！哎呀，妈咪没有说不要陆叔叔。我没说过不要你们啊。
洛叔叔，求求你劝劝妈咪。对，我们不想走。洛叔叔，你最好啦。门都没关，刚才说的话，他到底听到了多少啊？洛总，你怎么能偷听别人墙角呢？不偷听，怎么知道你们在议论我呢？那，你听到多少？放心，我是来给你送修复好的手链的，只听到你最后一句。怎么，你之前说过我坏话？那就有劳洛总了。嘿，听说你有事情找我帮忙。喂，温董，什么事？骆总，我知道你和小女的婚事就要作罢，可你看在雪姨这6年青春的份上，帮帮温氏集团吧。不是这就是我想要骆总帮的忙。无论温家说什么，骆总你都别管。好。你不问我为什么？我等你亲口跟我说。那你就再帮我一个忙吧，帮我带带孩子。我正好要出门办事，骆总没问题吧？你就把他们放心的交给我吧。我带你们坐飞机怎么样？好。啊，谁先来？谁先来？你先来。来，1、2、3，走！如果当年那个男人是骆怀州，似乎也不是无法接受。哎，想什么呢？当务之急是去找温广华。再找不到投资给公司填坑啊，你们就都回西北风去。又怎么了？什么？骆总派人来了，你让他进来。进。温董你好，我是温暖，骆总派我来跟你谈投资的事情。你是出现在雪姨婚礼上的人？过去20年，你不曾正眼看过我，如今我改头换面站在你面前，你依旧认不出来我是谁。也罢，你欠和我妈妈的公平，我都要讨回来。温董好记性。听说你没少给雪姨下绊子呀，现在雪姨被你害得面临退婚，你来者何意呀？在您面临集团危机时出现的人，要么雪中送炭，要么火上浇油。温董希望我是哪种人？骆总前脚刚挂断我电话，温医生就来了，我还真猜不透这其中的弯弯绕。温小姐的事情我也很抱歉，但我不想回国后就四处树敌，所以呢，就帮温董变通了几句。这个是骆总亲自签名的项目文件，请您过目。的确是骆总亲自签名，温医生真是神通广大呀！如此，我温家就能转危为安了。温董要是看合同条款没什么问题，咱们就签字吧。好。雪姨，怎么了？喂，爸，刚刚怀州给我打电话，说是要来家里吃饭呢，可能是伯母说服了他，所以他不退婚了。那真是太好了，我这就回去好好准备准备。温小姐，家中忽然有急事，不如你和我一起回去，我路上过目后再签字。这不正是得来全不费工夫吗？不过能让温广华这么开心的事，能是什么呀？哟，怀州来了，快坐坐。看来温董这么开心，是有骆总这位好女婿。怀州啊，你还能给雪姨一个机会，我很高兴。今晚咱们不醉不归啊！爸，他怎么在这儿？雪姨，温医生是我请来的贵客，不得无礼。温医生，别见怪啊！希望你啊宾至如归才好啊。当然，可能因为我们同姓吧，所以我有一种回家的感觉。就凭你，再投14胎，你也不可能跟我成为一家人。你看看自己什么德行，你也配？好啦，别让怀州看笑话，快去吩咐厨房开饭啊！快去。
怀州啊，你让温小姐送投资时呢，我还有些疑惑。不过现在我是全明白了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我取2瓶好酒，你们稍坐啊。我什么时候让你送投资了？怎么，骆总昨天晚上说的话都是假的？当然没有。那你就别拆穿我。这是温家，你去哪儿啊？去哪儿都行，反正就是不要跟你这种出尔反尔的人待在一起。我没有。难不成骆总你还真是来温家吃饭的？我是来退婚的。妈，你复查结束了？什么事儿有我儿子的婚姻大事儿重要。怀州，那天的事儿啊，雪姨都跟我说了，她是脾气骄纵，可也险些受委屈，不是？已经知道错了，你又何必执意退婚呢？妈，我跟他退婚不只是因为这些，更是因为他给我下药。若不是温医生及时扎针疏通，恐怕我就再也站不起来了。我说你的腿怎么好的这么快？竟是药物刺激的，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吧？多亏了温医生，没什么大碍。温医生是个好姑娘，孩子们啊也教育的聪明惹人爱。可她再好，骆家族老也不会让你娶一个生过孩子的人呐。可是我不愿意将就，如果不能娶一个真心相爱的人，那结婚将毫无意义。儿子，自从你爸爸去世以后，整个家族的重担都落在了你的肩上，所有的人都对你寄予希望。你的婚姻也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了，妈呢，也不想让你受整个家族的夹击。你要退婚，我同意，可我要给你物色一个新的人选，温医生是万万不行的。伯母不是挺喜欢温雪姨吗？怎么会同意你亲自来退婚？在他心里，没人比我更重要。身为母亲，当然希望孩子能事事顺心。看来你也能寻找自己的幸福。怀州，怎么站在这儿？快去吃饭吧。你就算使出浑身解数又怎样？像骆家这样的豪门只会选择门当户对的我，而你只能当个跳梁小丑。怎么说？现在你的心里肯定不好受吧？有跑未必输，还没到最后，谁又知道最后赢家是谁呢？今天多亏怀州才能双喜临门，希望以后我们两家能够守望相助啊！怀州，谢谢你给我一个机会，没让我们因为有些人的挑拨而错过。我今天是来商量我们的婚期吗？怀州，我一切都准备好了，只等你开口，所有的东西都能照常进行了。还真是期待温小姐的努力成果啊！希望届时婚礼有我的一席之地。我可是未来的骆太太，你不过是一个伺候人的穷医生而已。你和我根本就是与你之别，也配成为我的座上宾。你简直是在痴心妄想。雪姨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啊！这次我们集团危机，多亏温医生伸出援手，就算做不成朋友，也不能成为敌人嘛，是吧，温医生？温小姐是太在乎骆总了，我都懂。倘若我要是也有骆总这样的未婚夫，估计啊也会担心有其他女人勾引他。别闹！你不过是个带着3个拖油瓶的二手货，根本就不可能有男人看得上你。这辈子你也就只配坐在这里幻想一下，麻痹自己。温小姐也别太笃定了，说不定就会有男人为我倾倒。推倒这个狐狸精，竟敢在我家当着我的面勾引我的男人！看你真该好好去去你身上的骚味！温雪姨，我今天是来退婚的，你不要自作多情了。怀州，这是为什么呀？怀州，你刚刚明明不是这么说的。
是不是因为他才？自始至终都没有说过商量婚期的事情。你个狐狸精，就是你误导了我。够了！抱歉，我去处理一下。怀中，就算要退婚，我们也要商量清楚啊。雪姨，赶紧回来坐下。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呀？脾气还是那么倔。妈妈竟然把股份藏在这儿了。清理衣服怎么跑到这儿来了？你给我放手，少管闲事。你把我当成什么了？刺激温雪的工具吗？那骆总不是也挺享受的吗？我以后不会再跟温家有任何瓜葛，你没必要用这种话挤兑我。骆总这么自信，万一你和温家人不小心又有了瓜葛，那骆总岂不是打脸？别说话，有人来了。怀中，你在哪儿啊？你是不是有病啊？有人来了不赶紧走吗？你捂嘴干嘛？你都不把我眼镜给捂上。现在是你该求我，不然你的东西你以为能保住？那骆总想我怎么求？你看着办。怀中，怀中，你怎么在我爸房间里啊？走错房间了。退婚协议签了，里面的赔偿看好了，这是你们最后争取的机会。就是爸爸让我来叫你的。走吧。文医生在国外待了这么久，怎么连一声谢谢也不会说了？那就谢谢骆总了，我先回房了。你去温广和房间干什么了？还有，这个档案袋又是什么？骆总，你在国内待这么多年，不知道闲事莫问吗？温广华是个八面玲珑的老油条，你没跟他打过交道，会吃亏的。你又怎么知道我对他不是了如指掌？温暖，你要是想气温雪姨，有我就够了。骆总，我们只是雇佣关系，越界。雇佣关系？你撩拨我的时候，有想过我们是雇佣关系吗？你亲我的时候，有想过我们是雇佣关系吗？骆总，你能不能别像一个纯情大男孩一样？那只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贴面礼。我还真不知道，不如温医生教教我。骆总，我心里只有3个孩子的爸爸，只能走肾，不能走心。骆总，要是不介意玩玩的话，我可以走。有别的男人，干嘛不去找他？你怎么知道我们去找？骆总，我先回房间休息了，回头见。那个男人到底得有多优秀，才能被你惦记？左文轩，给我调查一下温暖的过去，尤其是孩子们爸爸的事。你说什么？查到了温暖整容和改名的记录，你现在赶紧把这些资料都发给我。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我刚一打开就没了？似乎暗中有人盯着温暖的资料动向，设置了月前即焚的程序。就算进行修复，至少
也需要1个月的时间。1个月过去，黄花菜都凉了。你现在赶紧把温暖整容的康复记录证据发给我，就算我暂时扒不出他皮下的真面目，我也不能让他好过。还好，在妈咪的资料外泄前成功拦截，不愧是哥哥。妈咪，不会是花阿姨在调查你吧？我们该怎么办呀？除了他，也不会有其他人了。不过你们别担心，妈咪已经拿到了外婆留下的股份，有了这笔资金，就能引温陆2家入局了。进。罗总，我刚找到温医生的资料，所有信息瞬间清空了。我追踪拦截 IP 发现，他居然和之前破坏温氏集团防火墙的 IP 一致，并且有话就说。这个 IP 地址就来源于穗穗的电脑。你说什么？千真万确呀！穗穗的电脑系统还是我给他装的，我不能再熟悉了。哎，骆总，穗穗这孩子还真有您小时候那股聪明劲儿啊！难道你见过我小时候长什么样？没见过，我总听老太太说呀。您有3个屋子都塞不下的荣誉证书，您的光辉事迹啊，我都会背了。穗穗小年纪就如此天才，可惜啊，不是您亲生的。不是我亲生的又如何？等我找到温暖那个抛妻弃子的渣男，我会让他亲眼看着孩子们是怎么认我做爸爸的。是，我立刻让人快马加鞭恢复温医生的资料。伯母，我知道我和怀州退婚了，不该再来叨扰了。可是这6年的情分做不得假，我实在是无法看着怀州被骗了。这话什么意思？这是我找人查到的温暖的资料。这个女人她不仅改了名字，而且还整了容，甚至连结婚记录都是假的。她那是未婚生子，她生怕别人知道她所做的一切，她把所有的证据都给销毁了。你敢保证你说的全是真的？伯母，我发誓，如果我有半句谎话，就让温家从此在京都消失。伯母，你没发现吗？自从这个女人出现了，不但我和温家接连出事，连怀州也都变了。像她这种居心叵测、隐匿身份的人，你不能留啊！你去，把他给我喊过来。风太太，您找我有什么事？温暖，你改名整容还有未婚生子的事儿，我们都知道。你到底干了些什么见不得人的龌龊事，才能改头换面的如此彻底？说，你接近怀州到底有什么目的？这个世界上整容改名的人那么多，你凭什么针对我妈咪？你私自调查我妈咪的过去，是侵犯她的隐私权，我们可以起诉你。俺们辛辛苦苦把我们生下来，为了养我们，我不许你说妈咪。伯母，你看，现在连这些小崽子的真面目都露出来了。温太太，温小姐说的的确属实，但我不觉得这是我的污点，清者自清。温医生，你清白与否我并不在乎，但怀州对你的感情，你应该有所察觉。倘若你对怀州还有2分恻隐之心的话，我希望你即刻从这里搬出去。奶奶，你不是最喜欢我们吗？你舍得我们离开吗？奶奶，以后我们乖乖的，奶奶不要我们走好不好？奶奶，爷爷不想走，爷爷舍不得我叔叔和奶奶。温医生，怀州是我唯一的儿子，我不想看他受到半点伤害。同为人母，你应该很能体谅我的心情。好，那风太太，请给我一点时间搬行李。走吧。温小姐，感谢你亲自上门告诉我这件事儿，现在你也该走了。好的，伯母，那我就不打扰了。这些孩子要是怀州的，该多好啊！喂，请问哪位？风太太你好，我是京都医院的护士，非常抱歉，那天给您送 DNA 报告时拿错了，您那份的结果是存在亲子关系的。什么？你是说那3个孩子是我儿子亲生的？
没错，不过保险起见，您可以用样本再检测一次。好，好，好，那就再做一次假期检测，这回呀，可不能再错了。太好了，我刚才岂不把是我孙儿和儿媳的人往外赶？温太太，谢谢您这段时间的照顾，我们就告辞了。奶奶再见。温暖，我想了一下，你们还是先别搬了。为什么呀？您不是担心骆总吗？正是因为关心怀州，我才不能替他做决定。再说，这3个宝贝疙瘩这么可爱，我可不忍心你们住到外面去。奶奶，我们最喜欢你了，奶奶万岁！最爱奶奶了。好好好。凤太太，凤太太，奶奶，奶奶。没想到这把年纪，到处都是病。妈，这次急性肠胃炎手术做完以后，一定要好好养了。你早点娶个知心的人，我才能安心呐。凤太太，术后要注重营养，我去给你做点药膳吧。我送你。不用了。魏医生，麻烦你了，就让怀州送你回去吧。妈咪，我们想留下照顾奶奶。是啊，奶奶没人陪，好无聊的。我们保证不给奶奶添麻烦。好吧，那我马上回来。嗯。宝贝儿，你们陪着奶奶不嫌闷呀？奶奶，换成我们生病，你和叔叔肯定会照顾我们的。你们年纪小，很快呀就会活蹦乱跳的了。奶奶不行了。奶奶，以后我们监督您，让你身体健健康康的。好，好，好。等好了，我一定要好好补偿温暖和孩子们。好你个温雪姨啊，把所有事推在我的头上，害老子蹲了这么久。陆少，哎呀，真是抱歉，我在京都举目无亲，托了好多关系，这才把你保释出来。你受委屈了。温医生，是你把我保释出来的？嗯。那天啊，哎呀，那都是个误会，肯定是他们会所提供的酒水有问题。我已经举报他们，让他们停业整顿了。至于温小姐，我觉得她就算再担心骆总误会她，她也不能这样对你啊。从今以后，我陆家跟温家就是不共戴天的敌人。哎呦，温小姐，这次多亏了你把我保释出来，要不我请你喝2杯。这次换个安静的地方。哎呀，就不了，我回家还要照顾孩子呢。希望从今天起，我们能正式成为朋友，以后有合作的机会。当然哈。陆先生，您快坐。温医生，不知道你找我来是有什么事吗？我记得您说过，如果我遇到困难，你会毫无条件的帮我。温医生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陆某说到做到。说吧，你需要我帮你什么忙？这个是我妈妈留下的股份，我想让你帮我变卖了它，并且针对温陆2家放出消息，就说有一桩稳赚不赔的买卖，邀人合作。罗浩天，你不是进去了吗？这么快就出来了？温雪姨都能将自己摘干净，我一个被算计的为何不能出来？温伯父这是不想我出来。2位来的好早啊，怎么样？合同都带了吗？什么？他也是来谈合作的？是啊，我这笔生意规模庞大，运作起来盈利100亿不在话下。放眼京都，没几个敢试水的。2位真是好胆量，好眼光呀！这陆氏集团何时做起进出口生意了？哼，这没涉足过的领域，还是不要乱投资的好。温伯父，你这思想现在跟不上了。
我们年轻人呢，有一句话叫做“世界上本来就没有路”，总得自己迈出这第一步吧。哎，我们做生意嘛，还是以和为贵。我们按规矩来，价高者得，如何？没问题。陆浩天，你简直是欺人太甚！你每出价都压我10万，你这不是诚心膈应人吗？温伯父，我这也是按照规矩出价，这只不过每次比你就是高了那么一点点。哎，这没问题吧？鳖已入瓮，速来！你还有没有半点良心呢你呀？雪姨的事儿咱们暂且不提，当年你和我那个大女儿温佳楠订婚，后来你又背叛了她，你现在还有脸跟我这个曾经的岳父来抢生意？岳父？我呸！我告诉你，明明是你的女儿，不知道被哪个野男人搞大了肚子，害我戴绿帽子不说，还害我整个家族跟着一起丢脸。我还没找你们温家算账呢，老东西！若不是你和那些女人暧昧不清，我女儿能被受刺激难产而丧命吗？温伯父，我劝你谨言慎行啊！说不定你口中的那个女人就在你的身边，更可能她就是害死温家楠的凶手呢！你一派胡言！别老东西，你别跟我说这些东西。两位何必争吵？事情明明有两全的办法，伤了和气就不好了。陆董先生，哎，先坐下，先坐下。我听温医生跟我说你们之前认识，所以我才把他叫过来。咱们有事儿好商量，好商量啊！陆先生，您不是说价高者得吗？这独家代理权，难不成能花落两家？是，我是说过价高者得，不过我是针对众多项目而言呀。您和陆总上来就开始起争执，我这实在是插不进去话呀。哎呀，陆先生，你这也不能怪温董啊，毕竟前不久陆总跟温董的女儿闹过一些误会，陆总还因此进去了几天，这两个人难免心里有点气嘛。您听听啊，还是温大医生明是非，真是话不投机。我跟陆先生本来是想着有钱大家可以一起赚，所以才从众多有意者挑选了温董还有陆总，这两位要是还没获利，就因此结了仇，这反倒是我的不是。温医生的意思是，这里边也有你的份儿啊？不错，启动资金也有温医生的一份，所以我将此事全权委托给了温医生去负责。二位之后如果有任何问题，直接联系温医生就好。没错，合同要是没问题，咱们就签字吧。怎么能跟温暖合作呢？你忘了他之前是怎么对我的了吗？若不是你3番2次招惹温医生，他会出一自跑反击你吗？先不说之前温医生在骆总面前为我们说话，这次是陆先生主导此事。温医生和我们都一样，都是投资人，他都投钱了，我怕什么呀？哎呀，可是爸，够了！你看看你最近做的好事儿，今天在陆先生面前让我丢了多大的脸，你连一个男人都降不住，以后还能指望你干什么呀？起来！凭什么所有人都觉得他好？妈咪，你累了吧？我给您捏捏肩。好。妈咪，抬一下脚，我帮你换拖鞋。妈咪，你渴了吧？你今天辛苦了。好，有你们在，妈咪怎么会辛苦呢？哎，对了，碎碎，妈咪上次让你帮忙建立的海外账户怎么样了？妈咪放心，坏外公和坏叔叔绝对发现不了，他们是给一个虚拟账户转移资金。我也一直在操控陆家和温家的股市风向，只等妈咪收网的那一天，让他们归得血本无归。你们可真是妈咪的好宝贝。来，啵儿一口，我也要，我也要，我也要。你是说温暖听到他们谈论温佳楠时反应很奇怪？是的，去调查一下温佳楠的资料。是。
你也联系不到陆先生吗？手机显示一直是空号，所以我干脆直接来酒店。公司的所有流动资金全部投入到这个项目，昨天就应该回款了。今天要是再不到账，我整个公司都得完蛋。你好，我们找601的陆康永先生。抱歉，陆先生3天前已经退行了。什么？怎么会这样啊？今天要是拿不到钱，我就要破产了呀！温暖不是负责这个吗？我联系他。不用找了，我来了。温医生，你不是说半个月资金就会翻倍回流吗？可我们的钱到现在也没到账啊！还有，陆先生怎么人去楼空了呀？因为这一切都是我做的局，陆先生不过就是个噱头。当你们因为贪婪将一切身家都压在上面的时候，就应该做好倾家荡产的准备。温暖，就算我针对过你，那也是你挑衅在先，我们早就扯平了。现在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对我们？像你这种坏事做尽的人，也配跟我谈扯平2字？早在你伤害我亲人、伤害我孩子的时候，就该知道这场游戏由你开始，但什么时候结束，由我说了算。你在胡说什么？你整了容，还改了名字，你到底是谁？难道你是温佳南？什么？温暖就是温佳南？不错，这是黑客恢复的温医生资料，上面显示他的曾用名和身份信息，就是6年前温家对外宣称意外身亡的温佳南。听说最近温医生在和温陆2家谈合作，罗总，我总觉得不太对。不好，立即备车，送我去京都酒店。是。行了，你还有完没完？他身上的胎记我看过，他不是温佳南。他是个医生，他有的是办法去掉身上的胎记，你们都被他骗了。爸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你住口！你个孽障，你还有脸胡说？要不是你事先得罪人家，我温家怎会遭此灭顶之灾呀？爸，你赶紧给人家温医生道歉，道歉！温医生，你看在我一把年纪的份上，高抬贵手，放过温家吧。我让雪姨给你下跪道歉，直到你满意为止。爸，我凭什么要给这个贱货道歉？要不是因为你，我陆家能被你连累。我告诉你啊，还账的时间马上就到了，你要我为你的错误买单吗？温小姐，你犹豫的每分钟，温陆2家可是会损失上百万。道歉啊！我告诉你啊，我陆家破产了，我第一个不放过你！孽障，你说话呀！你想让我们流落街头吗？快点道歉！对不起。大点声，听不到。对不起。对不起谁啊？没名没姓的，我可不敢认。温暖，对不起。还不够。你他妈还想怎样？孽障，你赶紧给人家道歉，要不然……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！这3声道歉，是你欠我的。温医生，这下您能消气了吧？那就请您收回成命，我还要养家糊口啊！对啊，温医生，你看我们都是朋友，你大人有大量。哎，我可没有你这种给我下药的朋友。还有你。放纵女儿做尽坏事，丧尽天良，你有什么资格让我放过你？这都是你的报应。你臭婊子，老子给你脸你不要是吧？算计我你够胆啊！我就怕你没这个命。你怎么还想杀人灭口呢？你怎么来了？没事吧？我都知道了，伤害你的人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焕州，我陆2家之所以破产，都是这个女人一手设计的。她是个城府极深的女人，你别再被她的假面所欺骗了。她什么样的人，还轮不着你在这里评说。你只需要付出伤害她的代价。宋文轩，把他们带到治安所。温陆2家破产已成定局，谁要是敢替他们辩解，就是和我骆家作对。你放开我！
我可是温氏集团董事长，你凭什么抓我？半个小时以前，我已经让监察处给温陆两家贴上了封条，从此京都再无温陆两家，你们的春秋大梦就等着去牢里面做完。快走！快走！站住！别担心，我一定不会让陆昊天逃走的。温暖，温暖。骆总，我没事，我只是因为紧张才晕倒的，这药就不喝了。你现在身体还很虚弱，药还是要喝的。妈咪药是不是很苦？骆叔叔有魔法哦。什么魔法？骆叔叔，妈咪和我们一样怕苦，你就帮帮妈咪嘛。喏，每天看你跟孩子们一起相处，真不知道谁更需要被照顾。那骆总还不是提前准备好了帮忙的？哎，对了，陆昊天情况怎么样了？放心，我已经让人全程地毯式的搜索，绝对不会让他逍遥法外。等这件事情结束了，你是不是该考虑一下自己的事了？你都知道我是温家男了，你不觉得我这样对温家太狠心了吗？有因必有果，当年他们对你痛下杀手，就应该知道今天这个下场。那就等抓到陆昊天再说，我还有孩子们要扛定的。妈咪，我们可没有意见哟。没想到温广华那个老东西良心发现了，把所有罪责揽在自己身上，把你倒是放了出来。怎么还想着你能把他捞出去啊？少废话！他们没抓到你，但绝对也不会放过你。我们必须先发制人。这个温暖害我沦落到如此地步，我一定要让他加倍偿还。我想要的不只是温暖的命，我还要让陆怀忠为目中无人付出代价。都说了，温婉这个老太婆就在这里住院，你们利用她把温暖和那几个孩子引出来，一网打尽就可以了，还叫我来干什么？要是不看新闻，还不知道你是温氏集团的千金呢。让我们帮你绑人，总得多给点吧。别得寸进尺。不给钱也行，陪我们哥俩玩玩，我们什么都听你的。滚开！给脸不要脸的玩意儿！今天我们就吃定你了。果然存在亲子关系，太好了！孩子们真是怀州的，我得回去赶紧告诉他们，帮我救我，有人要废我。伯母，谢谢你，没想到你还肯救我。从今往后，咱俩的情分就两清了。希望你以后别再打扰怀忠。看看他，让我进去！开门！别抓我！3个孩子居然是怀州的，凭什么你的命这么好，我却被逼到如此地步？你也别想得到。怎么样？温叔妈的下落了没有？他说话疯疯癫癫的，没有参考价值。今天医院走廊的监控正好在维修，当时只有他跟伯母在一起，所以要想知道发生什么，还是得问他。医生，他情况怎么样？他好像……怀州，明天我们就要结婚了，我不
不想穿着丑丑的衣服。那雪夜，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为什么我妈会被绑架？我不知道啊！他们来了，抓我了！不要，救我！病人受刑过度，存在暂时性失忆的现象，他现在经不起一点刺激。如果你们想得到有效口供，不如先安抚他的情绪，顺着他的意愿，说不定他会恢复记忆。骆总，温小姐刚才提到了你们明天结婚，我想她的记忆大概是回到了你们结婚的前一天。倘若你们再结一次婚，温小姐一高兴，可能记忆就恢复了。怀中，你带我回去吧，我想回家。温小姐，你还认识我吗？我废！这个坏女人要跟我抢怀中，我要咬死你！给我出来一趟。你是说他是装的？如果他的记忆真回到你们结婚的前一天，那他怎么会认识我？我猜想，他就是想借机逼你结婚，婚后再交代出伯母的下落。我妈生病严重，等不了这么久。我已经让穗穗恢复监控了，想必很快就会有伯母的消息。但我们得先稳住温雪姨，以免她跟凶手有勾结，再伤害到伯母。你这样听我说，够了！他现在已经疯了，你居然说他是装的，别以为你是个医生，最起码的同理心应该有吧？我没同情心，明明是他装疯卖傻，你看不出来吗？现在监控已经坏了，知道真相的只有他，我能怎么办？你这么阻挠我，是不是因为我妈之前3番2次的赶你走，你巴不得她死在外面？你太过分了！我在你眼里就这么不堪吗？怀中，爸爸，明天我们结婚，待会儿我让魏轩开车接我们回去。你当真要跟他结婚？温小姐，我妈向来不喜欢你，更何况现在她生死未卜，我要娶，也是娶像雪姨这样我妈喜欢的女孩，而不是你。怀中，我不想看见他，你让他走。请你出去。那我就带着孩子离开，希望你别后悔。我跟执法员商量点事情，你好好休息。陆昊天，计划有变，温暖和那3个小野种我没能帮走，但骆怀州已经回到了我的身边。你要是不想被抓走，就得都听我的。黑本的生意我搞不做，我还要骆怀州的公司。哇，这是3个天才宝宝，小年纪就能帮忙破案了。找到奶奶的位置了，就在城郊的一处废弃仓库里。太好了，现在奶奶有救了。谢谢你温暖，多亏有你在。怀州，这么晚了跟谁打电话呢？和执法员，我妈现在还没有找到，我很担心。怀州，再担心也要注意身体啊，伯母肯定也不希望看到你这样。这是我亲手给你熬的补汤，喝点吧。以前怎么没有发现你这么温柔体贴？我一定给你举办一个最盛大的婚礼。怀州，也怪我没用，我只要一努力想起当天晚上的事情，我就头疼的厉害，帮不上你一点忙。要怪就怪那个温暖，要不是他晕倒拖住我，我妈就不会出事。好了，怀州，还提那个狐狸精干什么？来，趁热喝点吧。看着你平时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，
现在不还是照样被我耍得团团转？等我真正掌握了洛氏集团，一无所有的你，也就只配做我的裙下之臣了。华州，你着急去哪里啊？是有伯母的下落了吗？公司出事了，今天不能陪你吃婚纱了。哦，那公司的事情要紧，你先去吧。陆昊天，洛怀州已经上钩了，现在该轮到温暖和那几个小崽子了。陆昊天，还敢联系我？想要救洛怀州的妈，就带着你3个野种来城郊的仓库，只许你4个人来。奶奶，你没事吧？奶奶。温暖，今天洛怀州都要娶我了，你还愿意来救这老太太，真是让人感动。可惜啊，今天你们就都要死在这里了。温雪姨，你果然在装神，我劝你早点收拾，否则追悔莫及。后悔？我有什么好后悔？这一切都是你自作自受。还有你，怎么着？见了3个野种就忘了谁才是配做洛天的人了吗？你就算给洛怀州生了3个孩子又如何？今天他要娶的人是我，就一起去下地狱吧。昊天，杀了他，陆家就都是我们的。怀州，我终于要嫁给你了。是吗？可是我不会娶你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要娶的人是我。你们怎么没有死？这怎么可能？要不是做了这出戏，你跟陆昊天又怎会露出马脚，将你们绳之以法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温暖，你敢耍我？温暖，我们找怀州会合。温暖，敢耍我！温暖，你在胡说什么？那一切分明都是陆昊天做的，与我何干？好一招祸水东移！陆昊天，你听到了吗？明明是我们一起策划的绑架案，你还想把自己摘干净啊？我承认我是想给温暖一个教训，但是我并没有成功。犯罪未遂不算犯罪吧？那你把我关在门外，害我被陆昊天抓走，这就应该是有意为之吧？伯母，怀州，我那个时候被吓懵了，那都是情有可原的呀。这一切都是陆昊天干的，你们不应该找我呀！应该赶紧把陆昊天抓进去，快来人把他抓进去！温雪姨，你犯的罪不止这一条吧？6年前，你明知道我是你的姐夫，还勾引我，故意气势把你养大的母亲，最后把你即将生产的姐姐推下楼梯，一尸四命，还让我抛尸大海，这些你都忘记了吗？你在胡说什么？我这双手可是干干净净，没有半条人命。你自己做的那些亏心事，你就想推到我身上？我还留着当年你给我发的信息截图，这些都是证据。证据有什么用？那些都是可以造假的。物证可以造假，但人证不会。人都早死了，上哪去找人证？就是我，温家南。什么？你是温家南？你居然没死？这不可能！果然没死。看到我没死很后悔吧？可我温家南命不该绝，你们都要为当初的行为而付出代价，无论是痛下杀手，
还是冷眼旁观的，亦或者是你这个帮凶，都要受到惩罚。看来我上次重要的事情也是你做的，温家南，你够狠啊！连你父亲你都算计，连累这么多无辜的人，你不怕遭到报应吗？无辜是害我母亲郁郁而终，害我险些流产的温雪怡无辜，还是那个从未把我当成亲生女儿，漠视妻子死亡包庇杀人凶手的温广华无辜，亦或者是你这个凶手无辜？坑骗巨款，害温陆两家破产，这是要坐牢的，你跑不掉。那份合同是假的，就算你们打官司，我也不怕。反倒是你非法筹措巨款，而且还牵连上人命，桩桩件件数罪并罚，到底谁会把牢底坐穿？自讲自销。你这个黑心干的毒妇，我跟你拼了！你还以为我是6年前任欺负的温家南吗？发过誓的，欠我的我都要夺回来，拥有的我统统都要抢走。现在我只在兑现我的诺言。妈咪，你没抢爹地，因为爹地本来就不属于坏阿姨。没错，爹地爱的一直是妈咪，对吧，爹地？没错，我从始至终爱的只有你们妈咪。温暖，我认定你这个儿媳了，以后啊，绝不会有人再敢欺负你了。伯母，她可是害温陆两家破产，导致所有员工失业的罪魁祸首。这样的女人你们都敢要吗？难道你们就不怕陆家招致众怒吗？这就不劳你操心了，我已经让人把他们都招进了骆氏集团旗下的分公司，所有员工都不会失业。事到如今，你还敢攀咬我的儿媳？宋文轩，立刻把他们交给执法员。是。佳南，我当初怎么没把你掐死扔进海里？你狠啊！你命真野，你妈就是被你克死的。与其说你恨我们，你不如说最该死的就是你！把他的嘴给我堵上，告诉治安署，好好管教。放开我！陆怀州，你还真以为你有能力能保住他是吗？我告诉你，陆氏集团早就是我的囊中之物了。哦，是吗？那天你喝完补药就不省人事了，我趁机转移了陆氏集团的所有机密和资产。你要是还想在京城里有一席之地，陆怀州，你就放了我，否则我就跟你鱼死网破！你是指让我公司的员工帮你假装做事？什么？就是他贿赂我窃取公司机密，快把他抓起来！何雪怡、谢怀英窃取他人机密，并主导纵火谋杀案和6年前2起命案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好啊，这也是你们下的套，对不对？不喝下那碗补汤，怎么能让你毫无防备的进套？我原本以为我要赢了，没想到最终还是败给了你们。恶有恶报，今天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。怀州，以后啊，你得多雇点保镖。好不容易找回你的亲骨肉，我的宝贝儿媳、孙子孙女儿可不能再有危险了。妈，你是说他们都是我的孩子？你看，这鉴定报告上写的清清楚楚，咱们这一家子呀，终于团聚了。骆先生，恭喜你当爹了。爹地，你什么时候娶妈咪呀？现在。我才不要温雪怡剩下的。这场婚礼本来就是彩排，新娘的名字一直空着，就等你回来才写，然后我们再正式举办婚礼。Surprise！ 暖暖，我可是你的娘家人，待会儿走红毯，必须我陪你。It's a beautiful night. We're looking for something dumb to do. Hey baby, I think I wanna marry
Is it the look in your eyes, or is it this dancing juice? Who cares, baby? I think I wanna marry you. 恭喜你今天出嫁，温小姐。恭喜你今天娶妻，骆先生。